三叔，说好的5-5分账，今年挣了500万，你就分我10万，就这么多，别给我废话，你还要不要？跟三叔合伙开茶杯烧制厂，1年净赚500万，年底分红，三叔却只扔给我10万块。厂子是我的，窑炉设备是我花了20万建的，那些客户资源也是我的，你就是出个力，拿10万不少了。我看着那一沓钱，二话没说揣进兜里。行，听你的。转头我就用这笔钱盘下了一个废弃窑子和一批废弃矿石，直到我烧制出价值500万的七彩龙纹杯。我看着三叔瞬间惨白的脸。三叔，以后茶杯就各烧各的吧。听说当天晚上，他看着满仓库残次的茶杯哭了一晚上。卫东啊，今年的账我都算清楚了，这里是10万块，你点点。我看着信封没说话，脑子里却在盘算，1年365天，我每天都在40多度的窑房里待10几个小时。夏天的时候，窑房里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，人站在里面不到5分钟就浑身湿透，衣服能拧出水来。我每天要盯着窑炉的温度，每10分钟就要记录一次，晚上也不能睡好，每隔2个小时就要起来看一次火候。1年下来，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今年厂子流水做到了1000多万，抛去杂七杂八的人工水电成本，净利润是500万。按照当初说好的5-5分账，我应该拿到250万，现在却是10万。我质问道：三叔，当初咱们说好的5-5分账，我应该拿250万。厂子是我的，地皮是我当年花了3万块从村里买的，窑炉是我花了20万建的，机器设备是我买回来的，那些客户资源也是我的。你呢？你不就是每天在窑边转转，看看火候，调调釉料吗？这活随便找个学徒，学个半年就能干。我爸说的对，这厂子离了我爸不行，离了你照样赚。你不就是会玩个泥巴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跟着你学了半年，不也学会了？半年前，林建国把林晓峰送到窑房，让他跟着我学烧窑。卫东啊，小峰还小，不懂事儿，你多教教他，都是一家人，以后这个厂子还得靠你们兄弟俩一起撑着。我把林晓峰当成亲弟弟一样看待，我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。我以为一家人就应该互相扶持、互相帮助，却没想到人家早就打好了算盘。学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我踢开。卫东啊，不是三叔刻薄，实在是你这活技术含量不高。这1年下来，厂子总共挣了500万，我给你10万已经很够意思了。换了别人最多给你5万块工钱，你想想，你出去打工1年能挣10万块吗？三叔，你还记得1年前你接手厂子，不懂茶杯烧制，烧出来的茶杯全部都是开裂的残次品，然后你来我家当着我爸妈面说的那些话吗？卫东，出来跟我干，咱们合伙1人1半。好的，三叔，我信了，豁出命帮他去干。最后挣钱了，三叔却翻脸了。我沉默不再说话，然后伸手把那笔钱揣进兜里。三叔，我明白了，这就对了嘛。卫东啊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跟着三叔好好干，三叔不会亏待你的。明年好好干，三叔给你涨工资。我没说话，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三叔觉得我是个傻子，觉得我不敢单干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市场认的根本不是他的厂子，而是我烧制的手艺。我没有回家，我怕父母问起分红的事情，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。我沿着村外的小路一直走到了村东头的那片废弃窑口前。这片窑口是几十年前村里集体建的，当时是村里的支柱产业，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就倒闭了。见状，我当即决定把它盘下来自己单干。然后我来到村长王长贵家里。村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村东头那片废弃窑口现在还往外租吗？你问那个破窑干什么？都荒了10几年了，啥用都没有。我想租下来自己烧瓷器。你不在你三叔那儿干了，干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想自己干了？不干了。王长贵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大概也猜出来了，知道林建国和我之间可能出了什么问题，但他也不好多问。那行吧，那片窑口反正也闲着，你要是想要，1年给村里交2000块钱租金就行，先租5年怎么样？要是以后你干得好，还可以续租。行，没问题。你看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就签字摁手印儿。然后我把合同和收据叠好，揣进怀里，离开了村委会，回到了家。卫东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，饺子马上就好了。厂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你三叔给了你多少？10万？怎么才10万？当初不是说好5-5分账吗？我前几天听村里的王二柱说，你们厂子今年生意特别好，光下半年就挣了300多万，全年下来少说也有500万吧。5-5分账你应该拿250万才对，怎么才给你10万？是啊，卫东，你三叔怎么能这样呢？当初要不是你，他那个厂子能开起来吗？那些杯子哪一个不是你亲手烧出来的？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三叔说，厂子是他的，地皮是他的，设备是他的，我只是个打工的。他说小峰已经学会了烧窑，以后厂子用不着我了。这个林建国
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太过分了！还有那个林晓峰，从小就跟着你，你什么都交给他，他居然反过来咬你一口，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！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事已至此，生气也没用。卫东心里肯定比我们更难受。卫东别难过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咱有手艺，到哪儿都能吃饭。他不稀罕你，有的多人稀罕你，大不了咱再找个厂子干活，凭你的手艺，到哪儿都能挣到钱。爸妈，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，我想自己干。我已经把村东头那片废弃窑口租下来了，1年2000块，租了5年。我想自己烧瓷器，自己当老板。好，儿子有志气，咱不求人，咱自己干。爸支持你。对，妈也支持你。你有手艺，又肯吃苦，肯定能成功。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。这里是我和你妈一辈子的积蓄，总共30万，你都拿去用。不够的话，我们再想办法。这不行，这是你们的养老钱，我不能要。你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，就攒了这么点钱，我怎么能全都拿走呢？什么养老钱不养老钱的？我和你妈身体还硬朗，能干活，能自己养活自己。是啊，卫东，钱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三叔打来了电话。卫东啊，到家了吧？钱存起来没有？可别乱花啊！现在挣钱不容易，要省着点花。知道了。是这样的，卫东，虽然小峰学会了烧窑，但他毕竟还是个新手，很多地方还不熟练。我和你婶子商量了一下，想让你继续回来帮我们干，工资给你开15万1年，怎么样？比你在外面打工强多了。三叔，我不回去了，我自己租了个窑口，准备自己单干。什么？你要自己单干？卫东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烧瓷器哪有那么容易？我告诉你，林卫东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好心好意让你回来是给你机会，你要是不识抬举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我倒要看看你能烧出什么名堂来，我等着看你哭着回来求我的那天。等着瞧吧。第二天，我早早起床，骑着摩托车朝着窑口的方向驶去。今天要开始修缮窑口了。我正骑着摩托车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。我停下车，回头一看，是王老师。王老师是村里的原料供应商，专门给各个窑厂供应瓷土、釉料、柴火这些东西。我在三叔的厂子里的时候，一直都是和王老师打交道。王老师为人实在，做生意讲信用，给的原料质量也好。卫东，我正找你呢，你还在林建国那儿干吗？不干了。我自己租了个窑口，准备自己单干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早晚得走。林建国和他那个儿子太不是东西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别提了。今天早上我给林建国送原料，就是你一直用的那种高粱土。结果林晓峰那个小兔崽子挑三拣四的，说我的料子有瑕疵，里面有沙子，非要给我压价。本来说好的1吨800块，他非要给我600块。我说不行，他就说我不卖给他们，有的是人卖给他们，再也不用我的料子了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你的给的价格已经很公道了，比市场价还低50块钱1吨。林晓峰居然还压价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，可不是嘛？以前都是你跟我对接，你从来都不挑三拣四。林晓峰那个毛头小子什么都不懂，还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。我当时就跟他吵了架，拉料子就走了。我心想，你不要有的是人要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你。你要是需要的话，这些料子我都卖给你，还是按原来的价格，1吨800块，怎么样？正准备购买原料呢，王老师就送上门来了。行，王哥，这些料子我都要了，你跟我去窑口那边吧，我把钱给你。好嘞，我就知道你是个爽快人，走。我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带路，王老师骑着电动3轮车跟在后面。很快就到了村东头的废弃窑口，两个人一起动手，把车上的高岭土卸下来。卸完后，我从怀里掏出钱包，准备给王老师付钱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王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石头，在手里把玩着。那块石头只有拳头那么大，但它的颜色非常奇特，呈现出一种绚丽的七彩颜色。我从事瓷器行业10几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石头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特的石头。王哥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石头？这个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石头。昨天我去后山的废弃石头区拉土，在一堆废石头里捡的，觉得挺好看的，就拿回来玩玩。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后山的废弃石头区，村里人都把那里当成垃圾场，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那里的石头。怎么了？你喜欢？你要是喜欢，我送给你。我接过石头，仔细地观察起来。我记得有一本古书记载着，这是七彩龙血石，用它烧制出来的瓷器会呈现出天然的七彩龙纹，遇热后龙纹会变色，是瓷器中的极品。难道后山的废弃石头区全都是七彩龙血石？
王哥，这种石头真的是在后山的废弃石头区捡的吗？你能带我去那个石头区看看吗？我想多捡几块放在家里当摆设。行啊，没问题。十几分钟后到了，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那片废弃的石头区，那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。我快步走了过去，蹲下身捡起一块石头，和我手里的那块一样，也是七彩颜色，质地细腻。这里竟然全都是这种七彩龙血石，这事不能让人知道。随后告别王哥后，我回到了村里。村长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后山那片废弃石头区现在是村里的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问那个干什么？那地方就是个垃圾场，啥用都没有。我想把那片石头区买下来。卫东啊，你没发烧吧？买那片废石头区干什么？那里面全是破石头，不能吃不能喝的。我想搭鸡窝，缺点碎石头。我看村西头那片石头区扔着也是扔着，能不能卖点给我？行吧，那片石头区反正也没人要，你要是想要，就给村里1000块，全部打包卖给你了。以后那片地方的石头就归你了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村里绝对不会干涉。谢谢王叔。从村委会出来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。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林卫东那个傻小子花1000买了一堆废石头。是啊，真是脑子烧坏了。废石头能当饭吃吗？我看他是离开他三叔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，非要自己单干。现在又买了一堆废石头，早晚得赔光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林卫东真是穷疯了，废石头也能当宝贝，我看他是脑子进水了。就是，他还以为自己捡到宝了呢。等他把那些石头拉回去，烧出一堆碎渣子，看他怎么办。到时候别回来求我们收他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有理会村里人的嘲笑，我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雇了一辆卡车，每天去后山拉石头，一车一车的七彩龙血石被拉到了我的窑口。村里人路过的时候都指指点点，我对此视而不见，只是默默地干着自己的活。我首先将石头破碎，然后捣成粉末淘洗沉淀。我把粉末放进大缸里，加入清水搅拌均匀，然后让它自然沉淀。沉淀一段时间后，把上面的清水倒掉，留下下面的泥浆。当七彩龙血石的粉末入水的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，水面上竟然浮起了一层七彩的油光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的釉料。接下来是拉坯，拉坯是瓷器制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，考验的是手艺人的功底。我从事这一行10几年，拉坯的技术早已炉火纯青，我能拉出薄如蝉翼的胎体。很快，一个宝胎茶杯的坯体就出现在了我的手里。我一口气拉了100多个坯体。接下来是修坯，修坯是对拉好的坯体进行精细加工，让它的形状更加完美，厚度更加均匀。我拿着修坯刀小心翼翼地修整着每个坯体。修完坯，接下来是晾坯，把修好的坯体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，让它自然晾干。等坯体完全晾干，就可以进行速烧了。速烧是把晾干的坯体放进窑里，在800度左右的低温下烧制一次，让坯体变得坚硬，方便后续的食用和烧制。我把速烧好的坯体从窑里取出来，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一个开裂，没有一个变形，质量非常好。然后我将杯子挨个上好七彩釉料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烧制。根据古书上的记载，七彩龙血石的烧制非常困难，需要7天7夜的时间。而就在我点燃窑火的同一天，三叔林建国的窑厂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林晓峰正式接手了配釉和烧窑的工作，第一窑很快就烧好了。太好了，第一窑就烧得这么好，我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。我就说嘛，没什么难的。林卫东还以为他的技术有多了不起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他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好儿子，以后咱们家的山的厂子就靠你了，咱们一定能把厂子越做越大，挣更多的钱。到时候爸给你买辆宝马，再给你在市里买套大房子。真的吗？谢谢爸。林晓峰第一窑烧成功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。建国哥有福气，生了个这么能干的儿子。小峰真是年轻有为，比林卫东强多了。林卫东干了10几年也就那样，小峰才学了半年就超过他了。林卫东这下可惨了，自己单干，又没客户又没资源，还买了一堆废石头，早晚得饿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了，市里最大的茶叶经销商张万才找到了林建国的窑厂。好久不见啊，林总，你们厂之前烧的杯子质量很釉色漂亮，所以这次我来是准备和你们再谈一笔大生意。没问题，张总，我们到办公室详聊。我这次要订2000套薄胎青瓷杯，质量要求和以前一样，釉色要温润，胎体要薄，不能有任何瑕疵。价格一套1000块，我要2000套，总价200万。200万，光利润都有100万，这可是有史以来结果最大的单子。没问题，张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按时按质交货。那就好，我先付你50万定金，
3天后我来提货，要是质量有问题，那咱们可就没得说了。放心吧，张老板，绝对没问题。送走张老板后，林建国大声喊道：“小峰，爸，怎么了？我们发财了！张老板订了2000套茅台青瓷杯，100万的利润啊！只要我们把这单做好了，以后就不愁没有大客户了。真的太好了，爸，你放心交给我吧，我一定把这2000套杯子烧好，保证质量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，儿子，好好干，等这单做成了，爸给你买辆小汽车。谢谢爸。”父子俩立刻行动起来。林建国负责采购原料，联系工人，安排生产计划；林晓峰负责配釉和烧窑。窑厂的工人也都加班加点赶制坯体，整个窑厂都充满了忙碌而喜悦的气氛。林晓峰按照偷来的配方连烧了3窑。爸，这都烧了3窑了，每一窑都没问题。爸，你看我烧的杯子不比林卫东烧的差吧？确实不错。看来我们当初把林卫东赶走是正确的选择。小峰啊，检查完没问题就让工人打包。3天后等着张老板来提货。3天后，张万才准时来提货了。他随即抽查了几箱杯子，看了看，质量不错，和以前的一样。那是当然，我们的质量你还信不过吗？以后有什么订单尽管找我们，我们一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，最好的质量。剩下的尾款过去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张总慢走。为了庆祝这次拿下大订单，明天我们去5星级酒店摆酒宴请全村人过去。对了，小峰，一定要通知林卫东过去。明天我爸请全村人吃饭，你别不敢来了。我知道他是想在酒席上当众让我难堪，但我还是决定赴约。林晓峰只知道照搬配方，不知道根据天气调整工艺参数。现在正是梅雨季，空气湿度很大，这个时候配釉要适当增加助溶剂的比例，不然烧出来的杯子遇到热水就会开裂。而林晓峰肯定不知道这一点，现在有多得意，以后就有多狼狈。我要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。周6下午，我来到酒店内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的窑口不忙了？那些废石头烧出什么好东西来了吗？烧出金子了没有？哥，你要是没钱吃饭，就跟我说一声，我随便给你点钱也够你吃几顿的，何必来蹭饭呢？多没面子啊！三叔请客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恭喜三叔做成了大单，挣了大钱，算你识相。进去吧，找个位置坐。今天管够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以后要是混不下去了，就来跟我说一声，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我给你口饭吃。各位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我请大家来这里吃饭，主要是为了庆祝我们建国瓷厂做成了一笔大单。这笔大单价值100万，是我们窑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。以前很多人都说我们窑厂离了林卫东就不行了，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没有林卫东，我们窑厂照样能挣，而且能挣更多。因为我的儿子林晓峰已经完全学会了烧窑技术，而且比林卫东烧得更好。林卫东以为他的技术有多了不起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不就是会玩泥巴吗？谁学不会？我儿子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超过了他10几年的功夫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就是个笨蛋。卫东啊，你看你三叔多厉害，你当初要是不离开，现在也能跟着沾光。宴席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才结束，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，三三两两的离开了酒店。林建国和林晓峰也喝得酩酊大醉，被人扶着上了车。临走的时候，林建国还不忘对着我喊：“卫东，好好看着，以后我会挣更多的钱，让你后悔一辈子。”该后悔的人不是我。喂，张老板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还要订杯子？没问题，我们随时都能生产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订个屁！林建国，你给我滚过来，看看你给我发的是什么垃圾！张老板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卖给我的那些杯子全都是次品，现在客户都找上门来了，要求退货赔偿，你赶紧给我滚过来，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，让你倾家荡产。什么？怎么了爸？出事了！张老板说我们的杯子有问题，客户都要求退货赔偿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我们的杯子都是好好的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我们都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瑕疵啊！我也不知道，赶紧跟我去张老板那里看看。林建国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你卖给我的这些杯子全都是次品，用了没几天就全都裂了。
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这些杯子客户买回去刚倒上热水就开始裂了，有的甚至直接炸开了，差点烫到人。现在所有的客户都要求退货赔偿，我损失了几百万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不可能啊！我们烧的时候都好好的，怎么会裂呢？我们明明是按照林卫东的配方烧的，肯定是你们的烧制工艺有问题。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退货，还要赔偿我的损失，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，让你倾家荡产，还要让媒体曝光你，让你以后再也做不成生意。张老板，你别生气，这件事是我们的不对，我们愿意退货，也愿意赔偿你的损失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货款全部退给你，再赔偿你10万块钱的损失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损失了几百万，最少赔100万，不然没得谈。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啊，拿不出来也得拿，你自己选。好，100万就100万，这还差不多。现在就转给我，然后把这些垃圾拉走。林建国无奈，只好拿出手机，把货款100万和赔偿款100万，一共200万转给了张万才。然后他和林晓峰雇了一辆卡车，把那些退回的杯子全部拉回了药厂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明明是按照林卫东的配方烧的，怎么会裂呢？是不是林卫东故意在配方上动了手脚，阴我们？对，肯定是林卫东搞的鬼，他肯定是在配方上留了一手，故意写错了几个数字，就是想让我们出丑。这个混蛋太坏了。对，爸，我们走，找他去算账。林卫东，你给我出来！三叔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是不是你故意在配方上动了手脚，害我们烧出来的杯子都裂了？你这个混蛋，太不是东西了！三叔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什么时候在配方上动手脚了？配方是小峰自己偷偷记的，他自己学艺不精烧砸了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你胡说！我明明是按照你写的配方烧的，怎么会学艺不精？肯定是你故意写错了。我写的配方，我什么时候写过配方？我从来都是记在脑子里的。你记的那些是你自己偷偷看的，我可没让你记。你，三叔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烧窑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是记几个数字就能学会的。现在是梅雨季，空气湿度很大，配釉的时候要适当增加助容器的比例，不然釉料的热膨胀比率会失衡，烧出来的杯子遇到热水就会开裂。这些我从来没有教过小峰，他当然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学会了吗？你不是说没有我厂子照样能赚吗？现在怎么又来问我了？哼，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应该看着我们出丑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。当初你只给我10万块分红，把我赶出厂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当初你和小峰嘲讽我买废石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现在出事了，想起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晚了！三叔，我劝你一句，烧窑这门手艺讲究的是经验和耐心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。小峰还年轻，要是真的想学，就踏踏实从头学起，别总想着走捷径，不然以后还会出更大的事儿。说完，我转身走进了窑房。过了很久，他们才灰溜溜的离开了。爸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赔了200万，名声也臭了，以后谁还会跟我们合作啊？没事儿，不就是200万吗？我们还赔得起。不就是一点经验吗？我们学，下次注意点就行了。我就不信我们学不会。老林，听说你们厂子的茶杯质量有问题，我这边就先取消订单量。完了，有很多老客户都取消订单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必须想办法挽回损失，不然厂子就撑不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又一个订单找上门来了，是市里的一家广告公司，经理叫王强。我们公司要订1800支定制茶杯，杯底刻 logo，一支500块，总价90万，利润差不多50万，没问题。王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按时按质交货，保证不会再出任何问题。上次是个意外，我们已经吸取教训了，这次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。我先付你一半的定金，3天后我来提货。太好了，只要我们把这单做好了，就能挽回上次的损失。这次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了。爸，我知道了，这次我一定格外小心，绝对不会再出错了。好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个翻身仗。你去干活，我去联系材料商。这次我按照林卫东说的，记录空气的湿度和温度，还在配釉的时候反复称量原料的比例，同时还根据空气湿度适当调整了助溶剂的比例。我就不信这次还不行。林建国也每天都在窑厂里盯着，生怕出一点差错。这回可不能出差错了。为了在杯子底部刻上广告公司的 logo， 我还专门请了老手。不错不错，爸，
前期工作完成了，接下来烧3天窑就行了。3天后，窑烧好了。林建国和林晓峰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窑门。当看到窑里的杯子时，父子俩都松了一口气，杯子都完整无缺，釉色也很均匀。太好了，这次终于成功了！我就说嘛，只要我们小心点，肯定不会出问题的。这次的杯子比上次的还要好。然而，当他们拿起第一个杯子，翻过来查看杯底的时候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怎么会碎？1800个杯子全都有裂纹，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很小心了，温度也控制得很好，助溶剂的比例也调整了，怎么会裂呢？这次又赔了。爸，怎么办啊？我们拿什么给人家啊？要是交不出货，我们还要赔偿违约金。不应该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肯定是林卫东欺骗咱们了，他的方法是假的。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。林卫东，你个骗子！为什么小峰用了你说的方法制作的一批带刻字的头杯还会破裂？为什么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这批素坯在存放的时候，因为是梅雨季，空气潮湿，素坯吸收了很多水分。入窑前需要进行低温慢烘，在300度左右的温度下烘烤几个小时，把素坯里的水分彻底排出来。不然在高温烧制的时候，素坯里的水分会急速气化，产生巨大的压力，从最薄弱的地方炸裂。而刻字的地方，因为胎体变薄，就是最薄弱的地方。林晓峰只记了烧窑的标准温度曲线，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一步。他直接从常温升到了烧制温度，素坯里的水分来不及排出，就会在高温下炸裂。完了，又损失了几百万。就在林建国的窑厂接连遭遇灾难，濒临倒闭的时候，我的窑口里窑火已经燃烧了整整7天7夜。我知道这7天7夜的努力成败在此一举。终于烧到第7天了，该进行开窑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了。按照古书上的记载，现在是投放7种矿物质粉末的时候了。只要将我用七彩龙血石研磨成的七彩粉末分7次投放，就可以完成了。我走到火塘边，按照古书上的要求，分7次把7种矿物质粉末依次投入了火塘里。最后一个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和古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，接下来就是等待降温。这就是七彩龙纹杯。我拿起旁边的茶壶，往杯子里注入了滚烫的热茶。奇迹发生了，随着热水的注入，杯身的7条龙纹竟然开始变色。7条龙在热雾中仿佛苏醒了过来。这次一共烧制了108只，每一只都完美无瑕。消息很快就在茶器圈炸开了。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是老字号茶庄清明轩的老板李青山。李青山今年60多岁，做了一辈子茶器生意，眼光非常毒辣。他是我的老客户，以前在三叔的厂子里就一直买我烧的杯子。当李青山走进窑房，看到桌子上的七彩龙杯时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真是奇迹啊！我做了一辈子茶器生意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杯子。李青山的话很快就传了出去，3天之内，周边几个市的茶器行老板、收藏家、拍卖行的买手全都涌进了我的小窑口。当他们看到七彩龙杯的时候，无一例外都被震撼了。20万，卖我出一套这个龙纹杯。对不起，这批杯子不单卖，只做展示。林老板，你嫌价格低吗？我出30万，我出40万，我要40万，要40万。这是窑变彩龙纹，是天成的，不是画的。天下没有第二套。我叫陈敬山，搞了一辈子瓷器收藏。小伙子，你的手艺真是绝了！我敢说，当今世上能烧出这种杯子的，只有你一个人。陈敬山是著名的瓷器收藏家，也是国内知名的瓷器鉴定专家，在收藏界有着极高的威望。没想到他竟然亲自来了。陈老过奖了，小伙子，我想把这批杯子全部买下来，你开个价吧。陈老。这批杯子我本来是打算留着做展示的，不过既然您喜欢，我就卖给您500万。108只杯子500万，平均一只4万多，简直是天价！我的天，这杯子是什么做的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好，500万就500万，这批杯子值这个价。
1年前我在三叔的厂子里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只拿到了10万块钱。现在我用7天7夜的时间烧出了108只杯子，就卖了500万。这就是技术的价值，这就是匠心的回报。林老板，陈老买了这批，你下次什么时候再烧啊？我们提前预定。我订20套，我订50套。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我知道自己成功了。我烧出七彩龙杯卖了500万的消息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什么？林卫东的杯子卖了500万，108只杯子500万，一只就4万多，真的假的？卫东发财了，卫东发财了，卫东发财了！完了，连续的失败让窑厂损失惨重，资金链已经断了，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很多工人都已经辞职走了，只剩下几个老工人还在勉强支撑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老板不好了，林卫东烧出的茶杯买了500多万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林卫东的杯子卖了500万？是啊，千真万确。现在好多老板都在林卫东那里排队订杯子呢，听说订单都排到明年了。我辛苦苦干了1年才挣了500万，现在还都赔光了。而林卫东怎么可能只用了7天就挣了500万？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挣这么多钱？不就是烧了几个破杯子吗？怎么可能卖500万？肯定是骗人的。爸，是真的，我刚才去看了。林卫东的窑口挤满了人，都是来订杯子的。他的杯子真的很漂亮，有7条龙，预热还会变色，太神奇了。不就是加了点彩色的石头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也能做。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石头啊，也不知道他的烧制方法呀。不知道不会仿吗？他的杯子是7彩的，我们就用彩色的釉料画7条龙上去不就行了？反正那些买杯子的人也不懂行，只要看起来差不多，肯定有人买。而且我们卖便宜点，卖5万一套，肯定有很多人买。我们做仿品低价卖，抢他的客户。好，我就不信我们干不过他。我们现在就行动，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，收购大批原料，日夜赶工生产仿品。我去找亲戚借钱，然后房子还能抵押100万，大概能凑150万。他们请了10几个画工，按照七彩龙杯的样子在杯子上画7条龙，然后用彩色的釉料模仿七彩龙杯的釉色。为了降低成本，他们用的都是最便宜的原料，画工也是找的最便宜的。爸，你看，我们的仿品和林卫东的正品看起来差不多吧？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。确实很像。我们卖5万一套，比他便宜100倍，肯定能大卖。很快，第一批仿品就生产出来了。林建国和林晓峰带着仿品去了市里的茶器市场，他们打出了七彩龙杯厂价滞销，仅售5万的广告。果然，很多客户被低价吸引了过来。第一批仿品很快就卖光了。林建国和林晓峰高兴坏了。太好了，爸，我们成功了！你看，这么多人买我们的杯子。林卫东的正品那么贵，谁买得起啊？林卫东那个傻子卖那么贵，能卖出去几个？我们薄利多销，肯定比他挣得多啊！小峰啊，连夜加快烧制，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把以前的损失都赚回来。然后我们再扩大生产，把林卫东的客户都抢过来，让他喝西北风去。爸，我们还要降价，卖2万一套，让更多的人买我们的杯子，彻底把林卫东击垮。好主意，我看林卫东还怎么跟我们斗。而此时的我的窑厂里有条不紊地生产着七彩龙杯。听说林建国在生产仿品，低价销售抢我的客户，我的员工都非常生气。老板，林建国太过分了，居然生产仿品抢我们的生意。要不我们也降价跟他打价格战，看谁能撑到最后。不用降价，我们还要缩减产量，精益求精。我们做好自己的就行，他很快就会笑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仿品永远是仿品，成不了正品。林建国用的都是劣质原料，仿品质量很差。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各种问题，釉面脱落、颜色掉色、杯子开裂，到时候客户自然会回来找我们。而且我们的七彩龙杯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，不是普通的商品。买得起的人不会在乎价格，在乎价格的人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。我们这段时间减少产量，认真把控产品质量。好的，林总。爸，好消息！听说林卫东主动减少产量了，太好了！哈哈哈哈！肯定是林卫东认怂了，他知道斗不过我们，所以主动放弃了市场。小峰，我们赢了！用不了多久，整个市场都是我们的了。父子俩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毁灭。夏天气温飙升到了40多度，但林建国的窑厂却比天气还要火热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，林建国的窑炉24小时连轴转，工人分成3班，日夜不停地生产仿品。林建国和林晓峰也吃住在窑厂里，亲自盯着生产。他觉得用不了多久，他就能东山再起，但他忽略
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它的窑炉是旧式的龙窑，已经用了10几年了，很多地方都已经老化了，尤其是冷却系统早就出现了问题。以前我在的时候会定期对窑炉进行维护和保养，但现在林建国为了赶产量，根本不顾窑炉的承受能力。窑炉连续高温作业已经不堪重负了，窑体外墙的隔热砖已经出现了很多细缝，窑内的温度也开始变得不稳定，有时候明明设定的是1300度，结果窑内的温度却升到了1400度。有工人提醒林建国，老板，窑炉好像有点问题，隔热砖都裂了，再这样烧下去会出事的，我们停下来检修一下吧。现在生意这么好，怎么能停下来？检修一次要耽误好几天，少挣多少？没事儿，窑炉结实着呢，再烧几窑没问题。等这批订单做完了再检修也不迟。工人无奈只好继续干活，但隐患已经埋下了。这天下午天气格外炎热，气温达到了42度，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。窑厂里更是热得像蒸笼一样，工人挥汗如雨。林晓峰正在窑边盯着窑炉的温度，突然他听到咔嚓一声。爸，不好了，窑炉裂了！快，赶紧停火降温！不好，窑炉要塌了，快跑！救火！快救火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没了，都烧没了，抵押了房子，贷款了100万，又借了亲戚朋友50万，总共150万全部投了进去，现在什么都烧没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难道这就是我和林卫东的差距吗？真是可惜了，建国的窑厂就这么没了。这都是他自找的，谁让他那么贪心，不好好维护窑炉，非要日夜赶工。是啊，要是林卫东还在，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。以前他还笑话林卫东，现在好了，自己倾家荡产了。听说他还欠了一屁股债，以后可怎么活？林建国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3夜没出门，一个接一个亲戚朋友也都找上门来要求还钱，工人也堵在门口要工资。林建国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他想到了我。现在只有林卫东可以帮我了。很快他来到我的窑口，这还是林卫东的厂子吗？现在升级的这么豪华了。三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卫东，三叔错了，三叔以前对不起你，你原谅三叔吧。卫东，三叔现在走投无路了，窑厂烧没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亲戚朋友也都找上门来要债，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卫东，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帮帮三叔吧。现在你想起我们是一家人了，那我问你，去年你给我10万块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你说厂子是你的，地皮是你的，设备是你的，客户是你的，你说我只会玩泥巴，随便找个学徒工都能干我的活，那时候你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还有小峰，他跟着我半年，我掏心掏肺的教他，什么都不瞒着他，结果呢，他偷偷记我的配方，转头就跟你说他会的我都会了，厂子用不着我了。你们父子俩合起伙来把我踢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我是猪油蒙了心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原谅你？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第一次你的杯子裂了，我告诉过你要根据湿度调整助溶剂的比例，是你自己不听，非要一意孤行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所以我不会帮你。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林建国愣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他失魂落魄地离开。3个月后，我开车去市里，路过一个菜市场的时候，无意间瞥见了路边的2个身影在路边流浪翻找垃圾桶。三叔，卫东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前是我不懂事儿，偷你的技术还嘲讽你，跟我爸一起欺负你，我是个混蛋。这3个月我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我才明白你当初有多不容易。我对不起你，卫东哥，你原谅我吧。卫东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
是我贪心，是我忘恩负义，你要打要骂都随便你。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我原谅你们了。我可以给你们一份工作，去我的仓库当管理员，管吃管住。与此同时，我的事业越做越大，我的七彩龙杯已经成为了茶器界的知名品牌。这一年的春节，我在新买的大房子里和父母一起过年。新房子是一栋3层的小洋楼，装修得非常漂亮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，还有一个大院子，种了很多花草树木。父母看着宽敞明亮的房子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